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叫做环境司法。当法院在处理环境问题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境？我们对法院处理环境问题有多大的期待？有法院自己该如何定位？当他面临的问题是有4大特色的，又是浓厚的科技背景，又是非常广义的利益冲突，又是国际关联，又是隔代正义的议题，法院该怎么定位自己的角色？那这些都是很现实存在的课题。所以当环境碰到法院，法院本来是相当不告不理、被动、理性讲究法律，环境其实是相当动态、相当热情的环境里面充满生命，充满各种不同的考量，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纷争。那这样子的课题，这么冷静的法院，这么动态的课题，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期待法院？法院又该如何制止？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课题。我们现在讨论一个课题，就是环境问题可以由法院来处理吗？我们文绉绉式的问话会变成：请问环境的可司法性？环境问题可不可以由法院来处理？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在戏剧里面，常常有很多我们一般把它称为 courtroom drama 法庭剧。法庭剧非常多，非常多，许多法庭剧扣人心弦。克拉玛对克妈妈那一部电影，表示出了是一个失业的男子，他怎么去争取他的小孩的抚养权。他不断的想要去找工作，来证明他现在是可以有经济能力去抚养这个小孩。但是呢，法院要把他判给谁？这当中牵涉到相当多复杂的情愫。究竟法官有没有能力去了解到当事人本身的需求，跟当事人背后的那种亲情的那一种纠葛？还是法官只是会用抽象的用语？那个抽象的用语叫做什么？子女的监护判给谁？用的用语叫做 to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就是子女最佳利益。子女最佳利益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它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赋予给他对的内容的话，它只是一句口号。什么叫做最佳利益？判给最有钱的那一方，而是判给最有爱心的那一方，还是判给最有需要带小孩的那一方？哇，这里面有相当多的思考。当然，子女最佳利益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从父或母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要从子女的利益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即令从子女的利益的角度去看的话，又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你今天看到的父方现在不好，以后会不好吗？不知道。你看到的母方现在状况这样，但是他可能 on drug， 他可能现在有毒品的问题，但是他经济条件非常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到底该怎么判断？你到底该怎么判断？所以这是这个法庭剧。但是法庭剧如果是在环保的课题呢，就是像这样子的课题，这个是 John Travolta 所演的 A Civil Action， 那我们的电影名称叫做《法网边缘》。那也有一本书有一本书确实也是这样子的一本这个法律的书，因为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那这一本书我记得国内确实有个出版社已经有出版好像我也有写序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法院的角色的一部戏。简单的讲是这样，虽然它处理的是水污染的问题，那当然有受害人因为水污染那要请求赔偿，但是也碰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公司，
跟一个穷途潦倒的律师。这个穷途潦倒的律师呢，去找案件，找到这个案件，然后希望受害人能够把这个案件交给他，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大公司，它里面聘的律师都是大牌的律师，大的律师事务所，真的是小虾米跟大鲸鱼之间的关系。那困难的不是只有这样，因为它是环保的案例，所以再讲一下它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什么？浓厚的科技背景，对不对？所以有没有污染这件事情要不断的鉴定，要写鉴定报告，要分析，要化验，然后还要回溯什么时候的状况怎么样。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断要求 counsel， 请你提出证据好不好？你说他污染，请你提出证据，那他就必须去拿调查报告。在美国的诉讼上，这些调查报告要不要钱？要不要时间？你可能委托做这样的报告，到最后的报告结论不 conclusive， 你这些钱白花了，你又要再去弄，再去努力，再去调查。所以这个当事人本身，受害人本身就没什么钱，那你这些钱要谁花？要谁花？好，然后在过程当中，律师差点破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诉讼的司法制度，就是美国他们的律师，他可能碰到一个案子，当事人没有钱，但是有可能得到赔偿，那这个律师就会告诉他说 ，I charge contingent fee。contingent fee 就是说，如果我胜诉这个案子，那你要把胜诉拿到的钱，比如说拿30%、40%给我当诉讼费用。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最后败诉了，没有拿到任何赔偿，这段期间所花的钱，那就自己要承受。所以很多这种鉴定什么该花的钱，律师付。这个律师为了去填这一些需求，到最后连房子都去抵押了，啊，自己本来就已经很潦倒了。但是他最后就说孤注一掷，他一定要在这个案子胜诉，所以后面就反映出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困难，尤其当司法制度面临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时常是造成污染的企业，往往本身财力雄厚，而被污染的很可能是相当无助，没有什么财力。这不是一般我们在讲 corporate law。A 公司跟 B 公司两个在斗法，或者是 A 公司里面市场派跟这个公司派在斗法，然后问律师打来打去，或者是两个公司要不要合并，合并条件怎么样，或者是 A 公司侵犯 B 公司的智慧财产权，那一种诉讼很可能双方都很强，法律或者律师协助强者互相打法律攻防战。但是环保的很多课题其实是这种情形，你看到一个非常强的公司，它被 charge 造成污染，然后无助的许多人民，他们甚至于都没有办法联合起来，无助的人民受害。这种情形如果是在那样的一个司法制度，如果诉讼是很贵的，各位想想看，那这个诉讼打得下去吗？而公司的策略就是不断用程序问题让你破产，要求法院这个部分调查不够，必须怎样？那因为你是诉讼，所以你必须举证，提起诉讼的原告，你要举证，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不断的法院会要求你必须提这个、提那个、提这个，所以不断的开销，不断的发挥。那这都是在判决之前就不晓得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所以这一个案子充分的显示出环保问题，尤其是环保问题的特色，它更让原来司法制度本身的困难跟弱点跟现实暴露出来，所以相当令人深思的一部片子，然后由好莱坞的这个超级大明星 John Travolta 来主演这样的一个律师。
表现出了除了律师本身该有的那一种坚持跟对议题的了解之外，那也暴露出律师本身自己在制度面前，单一律师制度面前的弱点，甚至于所反映出的个人的弱点跟环境议题本身的弱点加起来所造成的困难，这是 courtroom 的 drama。但是各位，如果是现实世界呢？现实世界会不会比这个好看一点？或者是你看起来会舒服一点？答案是不会。现实世界的诉讼，有些诉讼比这个更令人鼻酸。环境诉讼不是那么好打，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些公益的律师愿意站出来。他不是商业律师，他站出来，他愿意帮忙受害者来对抗大企业，甚至于是跨国企业，这个就变成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有没有法律扶助的系统可以帮忙受害人？有没有法律扶助的系统？典型的例子 ，RCA 案发生在台湾，不是在国外，在台湾 RCA 案。RCA 案的诉讼进行了多久啊？日本的4大公害事件诉讼进行几十年，当中的诉讼费用如果没有公益律师在当中愿意这样去处理的话，你想想看那样子的案子要怎么办？但是你也不能单骂法院，法院必须按证据来做事情，法院不能凭感情或凭他的环境良知或怎么样。那往往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制度蛮脆弱，蛮脆弱。往往有时候脆弱的制度要靠非常善良温暖的人心去克服，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常会看到，其实有蛮多人的身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那许多不管是环境界的学者或者是律师的一种协助的一种促成支持谅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甚至于提供理论性的突破，好让法院可以有下台阶，可以按照这样去处理。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而这些都是大家以后可能会有机会碰到的。大家当然有机会当律师，因为你在这一门课上过课，所以你纵使不是专业的环境律师，但是有可能你会对环境上的课题，你会比较愿意去接，甚至你会主动的挪出一部分时间专门去帮忙，这也有可能。但是我不是说面对环境问题你都要缩紧裤带，然后完全是公益付出，不是，看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在美国，环境律师可能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业务，非常非常大的商机。我们谈到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谈这一类的课题。好，另外一部像 Dark Waters 也是很类似如何扳倒那个美国化学巨头 DuPont 那以及他的这个生涯的这个经历那诉讼上的困难，那从现实世界里面去看环境诉讼呢，它有几个特色。你可以看出它的优点，也可以看出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环境诉讼永远都是从外部来解决纷争，因为司法再怎么说，永远是议题的外部，永远是议题的外部。那在权力分立的要求下，那法院基本上都是不告不理，它只是从外部来监督来监督。那法院终究不是行政部门，所以它未必很清楚行政部门专业里面的这一些细节。所以法院很可能很需要环保相关部门提供专业上的协助跟支持，或者是一般民间的专业来做鉴定或者是来做咨询协助所以这是外部监督本身的好处，也是它的缺点。另外就是法院再怎么处理，法院往往都是处理个案，一定是 A 告 B，B 告 C 什么这种课题，而不是一个整个全面性的课题。所以法院不可能透过一个案子解决所有的有毒废弃物的问题，也不可能一个案子解决所有的土壤污染的问题，
而都是解决 A 告 B 的那一个问题。所以个案的正义往往就是法院努力想要去追寻的，但是个案正义往往有时候会不足，甚至于时常个案正义是没有办法加总之后变成全盘的正义的。所以这个个案性也是它的一大界限。再来就事后性，往往都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才会变成到法院。就如同大家都病已经很严重了才去找医院，同样的道理。但是其实问题的处理很可能不是到那么后面才去处理，那问题真正最佳处理的时机其实是在行政机关。所以当法院介入的时候，往往它的事后性非常强哈。所以司法在处理环境议题的时候，常常面临了许多正当性的基础。那第一个正当性的基础是司法的专业，那当然后面就有法律，司法也必须建立在民主正当性的基础上，因为司法自己会把自己限制得很好，来尊重民主，所以它没有民主正当性的部分，它会尽量不要去处理，所以这也变成是它的一个正当性。在司法本身比较保守那比较被动，那比较不愿意去拈花惹草这样都是它的一些文化。那这些文化也让人家感受到说，司法部门在处理这些课题的时候，它是比较上手的。这相对于行政机关就比较不一样，行政机关是比较积极主动，而且行政机关把手开得很大，让一般的社会能够参与，能够了解那行政机关只要透过传送带得到法律的授权，让他自己就得到相当多的资源跟得到权利可以去做。那么接着他就可以很努力的建立起自己的机关文化跟尊严，然后靠民众对他的信任，然后来取得它正当性的基础。所以司法机关处理环境问题跟行政机关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司法机关的专业的部分呢专业的部分呢，我倒是必须进一步的去强化。所谓的法律专业呢，并不是只有法律见解。比如说，到底民法考几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里面包括了说掌握事实的能力，尤其是法律在实际的运作里面，绝对不是法条对法条，绝对不是类推适用或者是准用或者是直接适用那种问题。那种我们在学院里面讨论了老半天的问题，其实真正法院实际在处理的部分，很多是事实调查，到底事实是怎么样？你要认定哪一个事实，采用哪一个证据，那这种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那更不用说，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还要了解社会脉络。你对一些社会脉络不了解你对一些新兴的科技出来，你对一些网络文化，大家在网络社群里面是都用什么语气、什么态度、什么氛围，互相在说来说去、打来打去的。你如果对这个完全不了解，你完全用一个 outside 像外星人一样这样来看这些文字，一看的话，说怎么可以写这种文字出来？马上就说这个是猥亵，或者马上就说这个是诽谤。所以你必须了解脉络，这个脉络很可能是商业脉络，这个脉络很可能是社会脉络，可能是政治脉络。在政治的运作里面，一般立法委员跟立法委员是怎么样在说话的？那政治系统跟政治是怎么样在协商的？政党之间怎么样在协商的？然后这个各种不同的脉络，如果我们的法院对这种不了解，那其实也相当值得怀疑。那各位同学，这些是不是专业？同学如果告诉我说这些不是专业，那所以法官就等于考试考高一点就是法官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法官变成用考试的原因。纯粹用考试的，就是我就是单纯法律专业啊。但是如果你不是用考试的，就像美国法官的选任，很多都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包括在事业上、在人生经验上包括一些这个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年纪一定程度的教授，然后才去当法官的话，他的专业就不会只等于
对于法条的熟悉程度或学理的看，包括了说怎么掌握事实，怎么了解那个社会脉络，所以能够做综合的评判。因为大家要相信你的是法律概念、法律理论加上事实掌握能力、社会脉络的体会之后的综合判断，大家是要你的这种才叫做专业。所以这个专业不能把它想象的那么狭窄。也因为如此，所以法院必须要能够跟社会沟通，要懂得去找最佳的这个诠释者。很多专业的人其实他散布在社会各地，然后你要用证人的身份或者用专家证人的身份，请他来告诉你这是怎么样，没有丢脸，而是有那个能力能找到真正的专家。所以法院不必羞于说我对这个不懂，你对这个不懂可以，但是你最糟糕的是你不懂还装懂，然后在判决里面隐藏一些不懂的东西，这样当然不好。所以如果真正的专业，也必须能够辩论、能够说理、能够沟通啊，尤其是判决书出来之后能够说理，说得很清楚。那法院的民主的面向上呢，也必须去尊重到民主程序。要尊重到政治权力部门，那该把议题能够尊重这些民主部门呢，就要尊重，而不是用自己的狭隘的想法，然后就要取代别人的想法啊。那当然法律的部分也不能只受到文义的限制啊。那其实在过程当中，对于法律的解释本身，以及对于法律内涵的掌握，其实也牵涉到自己本身的修养跟自己本身在学习法律的时候的态度那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也许真的不适合当法官，那有些人很适合当法官。那另外就是人民观感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将心比心，能够体会到有一种法感，而不是什么都在抽象的概念之下来做事情，这样也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法院究竟在环境问题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很重要的课题。尤其是许多工业先进国家，他们早期面临了很多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很多问题之后，那在司法本来就有一些功能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国家呢，他们马上就想到说，这个案子法院会怎么处理？不管是在欧洲、在美国或者在日本，包括日本的4大公害事件，当时事情发生之后，也都想说，那到底法院可以怎么判？法院当然要面临很多处理这种新的课题在当时确实是很新的课题。那里面的因果关系怎么认定？究竟有没有过失？什么这一类的问题，都是面临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持续的要问，就是说法院在环境的这个议题上，它究竟能够发挥什么功能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的4个功能跟4个角色。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来解决个案的权利救济。法院终究所做的事情是以个案为主，他没有办法做出整个立法或者是政策的决定所以个案的权利救济当然是法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当然环境问题即令是个案本身，对于究竟谁有权，那权利在哪些范围内受到侵害那些侵害是不是可以救济的？哇，这里面就枝枝节节的问题就非常多了所以说即令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个案的权利救济而言，对法院而言，也都必须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那尤其是环境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那就是你造成人家损害的人，你是不是有把那个成本内部化进来？那损害赔偿，譬如说损害赔偿，它本身就是一个让加害人因为你的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把它内部化进来的一种做法。虽然是事后去做，但是也是让你把成本吸收进去。
所以过跟不及，其实过不及的意思就是说赔太多，或者是根本不赔。这其实对于这一个加害人本身所造成的这个外部性本身呢，后面的一个理性基础都会造成强害。所以环境议题由司法来处理的时候，还是以个人的权利救济或个案的权利救济为主，但是对法院的挑战相当的高。那超越个人的权利保障跟权利救济之外，有3个很重要的政策功能，法院可以同时去处理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就是法院透过处理环境问题，去促进政治部门该有的这个对话。因为许多环境问题虽然用个案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不管是环保标准的订定、环境管制的程序，甚至里面许多处理污染的各种机制，也许并不够周延。在不够周延的状况之下，损害已经发生，而那样的案子来到法院，要法院去做出判决。所以法院往往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如果能够把问题点出来，透过诉讼的程序，包括言词辩论的过程，或者是整个诉讼过程当中，外界在关心，他能够把重要的问题点能够呈现出来，让社会了解，其实就可以促进进一步的该负责的政治部门，包括司法部门，包括行政部门产生的了解。所以这是一种促进环境议题背后的政策，该负起责任的政治部门之间的一种对话。那第二个功能，也许它只是一种单纯的讯息释放而已，但是它满足非常重要的功能。那这尤其是在哪里呢？尤其是在判决的理由书里面，怎么去把这个个案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法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考尤其是当法院在职权范围内要去处理这个问题，所碰到绑手绑脚的事情，以至于法院的正义感走在这里，但是他实质上没办法十足的按照这样的路径在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既有的法律制度、既有的规范结构不够完整、不够健全的状况之下，法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把它释放出去，让社会了解，而不是法院自己内伤，然后自己忍着不说。因为法院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事情走到法院这里。那法院如果碰到这样子的困难，他在理由的构成里面只是忍着，然后做出一个判决出来，而不愿意把背后的问题再详细说明出来的话，那很可能一个可以让问题更清楚的一个可能性，那一个可能性就这样被吃掉了。所以法院勇于去陈述问题，其实也是面对环境问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最后一个功能就是许多环境制度，它的建立不易，但是它的执行往往必须跌跌撞撞，可能它会面临许多各种不同的挑战，包括了好的制度，可能各种不同的团体、各种不同的当事人，他可能会去规避它，甚至于给他打折扣。在这种条件之下，如果案子进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要能够勇敢的把这个制度背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精神是什么，要把它诠释清楚，必要的时候甚至于透过判决能够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环境影响评估的案子。环境影响评估的案子时常在过程当中会看到相关的当事人那个程序走的不甘心、不情愿，
甚至于不愿意花钱，甚至于太过急躁，以至于该有的程序该走而不走。法院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只是要守住那个开发，或者是守住那个政府的威信的话，那到最后很可能这一套制度就不断的被人家打折扣，甚至于糟蹋。所以法院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比如说在这个制度底下，能够把这个制度原来要做什么说清楚。如果当中有人做手脚，甚至于很明白的告诉他，我很在意这个，我要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的话，那法院可以扮演出这种环境制度捍卫的这种角色。我们在看到我们法院在处理，比如说中科3期、4期那一种环境影响评估案件的时候，就看出来的那一种判决的方向，可以把它定位成那是在维护一个得来不易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所以这4个功能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最基本的，就是个人权益的救济。那其他3个都非常具有社会对话，还有更进一步的促成环境制度落实这样子的功能。只是说不同的国家的法院，那可能它在这个方面的发挥会有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一些努力的方向。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法院面对环境议题，它不是万能的，有些是很适合法院来做，有些未必适合由法院来做。一些高度政策决定性的议题，如果到最后是由法院来拍板的话，你反而剥夺了那个政治部门，不管是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担当跟勇气。其实行政部门、立法部门要处理环境问题，时常要面临各种利益的折冲。如果那个利益分布的情形，或者是一般的民意所显现出来，对立法部门也好，或对行政部门也好，感觉好像做不下去的话，而你把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推给法院，让法院去做决定，然后法院如果判怎么样，我们就怎样；法院如果判怎么样，我们就怎样。那你等于是让法院来替政治部门承担起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责任，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我们环境的课题，除了有司法正义、司法理性那样的一个思考以外，非常重要的是环境议题本身有非常高的民主价值。所谓民主价值是说，透过政治系统，包括立法、包括行政部门处理环境问题的态度、积极的情形跟他们的选择跟判断，也能够让民主深化、民主落实。看是不是民众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环境议题的检证，以至于让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透过选举、透过各种公共抉择的这个模式所产生出来的政府，那它对环境有一定的承担跟一定的做法。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我们讨论环境跟法院的时候，时常会面临究竟哪些议题适合法院，哪些议题不适合法院。当中的一个思考包括了法院本身的能力、法院本身的特质，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民主社会本身环境议题在促进民主深化这样的意义。于是两者之间都必须顾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些议题是很适合法院来处理的，很适合法院来处理。那有一些议题，也许政策性比较高，那政治部门必须勇敢的承担起来，在民主制度的运作之下，做出让人民来评判的一个决定。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法院也许就不适合。所以在个别的议题的处理里面呢，像比如说公民诉讼，那这就是很典型的，很适合法院来跟这个一般的民众相互合作的。所以法院的角色就在那里，
因为这里面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那就是人民对于行政部门的执行法律，他们表示意见，然后这个对于执法的积极与否，人民没有办法直接能够影响。那这个时候呢，由法院来影响，所以法院影响的呢是一个法律的执行，而不是一个政策的决定。所以一个环境法律都已经规定要做的事情，结果政治部门迟迟不愿意去做，这个时候就启动了人民提起诉讼，然后由法院来要求行政机关去执行法律，而不是去选择某一个政策。所以它的重点是法律该执行。所以这样子法院角色的介入，基本上就是整个法律的尊严的维护，而不是单纯是一个政策的选择。像这样子的内容就是很适合法院来做，很适合法院来做。如果问题不见得很适合法院来做，但是法院还是面对这些议题出来的时候，说不定法院就必须选择是不是接这个案子，或者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不处理。按照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法院说我不处理。但是即令是法院去处理，法院还是可以透过司法策略去显现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向。所以我们法院对于环境议题的了解，那比较能够让法官自己掌握住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涉入的深度跟广度，以及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向。同样的，我们设立制度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环境议题的特色，以及法院本身的功能特色跟制度特色，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拿捏哪些事情要强化法院处理，哪些事情很可能反而必须促成行政部门去承担。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许多制度设立的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谈了很多所谓环境法的改革，那里面包括了提供经济诱因，其实它就是把议题从单纯的法律上的推断，把它转移到市场的运作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它基本上反而是远离法院的，远离法院。所以当我们采取了经济诱因这样的一个策略，让这个污染防治这样的一个做法背后有价格、成本、市场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候，我们等于把环境问题的处理，把它内化进去我们的企业经营跟人民的日常生活里面，而不是一直想要用法院本身做出判断，然后来影响环境的品质，或者是解决当事人的纷争。那像这种制度设计，就是把行政、立法、司法这一些各种不同的权利整体放在一起思考，而不是当我们谈到法律的时候，就认为无穷尽的强化法院的功能，好像全世界的问题都由法官来处理最好。这样的观念当然不可能，法官有他的局限，所以我们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了解到司法在环境议题接触的时候，究竟它有哪些能与不能。那背后影响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其实很多都是宪法上的一些基本的判断。那里面包括了责任政治，包括了政策问题该由哪一个部门来处理。那法院本身什么叫做可司法性，也就是适合司法来处理，究竟是哪一类的课题？那这都是背后判断的一些准据。我们在后来的许多环境议题的讨论里面，会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加入这个可司法性这样的一个判断。希望我们的法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它也越来越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碰到案子的时候不会逃避，
但是也不会变成是红卫兵，变成看到环境问题就打，那能够在自己合理的分际里面，促进整个社会在环境意识上面的提升，然后强化我们公民对环境的讨论跟辩论，然后也不会压缩我们政治部门，包括我们市民社会在处理环境问题的空间。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制度的内涵。我们过去的环境诉讼在早期比较少，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我们确实在早期有环境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一个环境受害者的角度来面对它，所以也产生了许多的公害纠纷的抗争。但是进入法院的并不多当然也是因为在戒严时期、威权时期，我们的法院并不是得到大家太多的信任。但是慢慢的制度，尤其是环境行政的这个程序慢慢建立起来。一方面要有 due process 正当法律程序在另外一方面，尤其是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建立，所以慢慢的环境诉讼就不是只有损害赔偿这种诉讼，其实有很多环境诉讼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基本上是对于行政机关所做的决定本身要提起救济。那这个内容呢当然很多元不过我们基本上看到在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面向上那案件越来越多在行政机关的一些环保上的裁罚这方面呢，也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判决。那当然要了解这些判决并不容易。如果这些判决只是个案去处理的话，很可能每个案子所处理的问题都很狭小。但是如果整体这样去看的话，那会发觉说，哇，整体法院的功能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趋势，也是得力于在早期1986年到1993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民主转型初期开始。那前面的几年的时候，特别去把那段期间所有法院的判决全部收集起来。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这样去做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构想，把所有的法院判决都收集起来。当时因为没有数位化，当然也都没有放在网站上到法院判决一份一份这样印总共印了900多份。叶老师带个3位研究生3个研究生到行政法院去，然后这样影印，每一份影印纸还付了3块钱那时候，然后印了900多份判决回来，然后再用当时设计的一个 DBase 的一个资料库一个软体，然后去做交叉分析，做出了我们环保判决第一次比较量化性前几年的这样研究。而且那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非常非常有价值因为看出来到底整个胜诉率是多少。比如在当时胜诉率大概是10%，也就是案件里面大概10件里面只有1件是胜诉的。然后再进一步去看说，这一些案件到底是大部分的案件都来自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后来发觉大部分案件来自桃园。再进一步去看说，案件里面大部分是哪一类的污染的案件？后来发觉大部分是水污染。再进一步去看说，水污染案件里面大部分是哪一些产业？后来发觉大部分是观光饭店。所以你可以这样看，观光饭店的水污染所造成的环保管制，那提起诉讼的最多，而当中绝大部分是不聘律师的，绝大部分不聘律师的。那不管有没有聘律师，最后的诉讼结果大概只有10%会胜诉。这就是当时对环保的判决所做出的第一次的量化的研究。当然，现在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了解跟研究，一方面非常有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很多资料现在都数位化，
然后就很容易做这样的分析跟处理。不过特别把这一段过程讲出来啊，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这样就是一个去了解我们司法在处理环境问题的实际状况是如何。那你光用一个判决去了解是了解不来的，所以往往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必须做许多这种所谓比较大尺度的研究跟分析。好，那后来也看到许许多多的案件，比如说对于判决的内容到底程序的问题多不多那就发觉说越来越多。但是程序问题还算是比较少数，比如说环境影响评估的诉讼那到底是哪一种案件是最多的人民不服环评的只占24%，那环境监督的部分占了42%那暂时性的权利保护，就是说把那个决定先暂停的那一种案件呢，也不过22%。开发单位对于环境影响评估不服，然后提起诉讼的比例只占8%。从这个结构，我们大概比较能够了解说，谁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需要法院的救济，那需要靠法院来提出来对这个问题有所表态，然后能够有一个不管是权利救济或者是法律问题上的一个确认。那我们如果看当前环境诉讼的内容的话，大概可以分为这几类。最多的还是民事损害赔偿，民事损害赔偿。那基本上因为环境问题污染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这里面要克服的就是因果关系、过失如果是需要证明过失的话，去证明有没有过失，然后证明过失的过程当中，往往有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基础。另外也有部分是牵涉到刑事的，环境造成问题，那有没有牵涉到刑法，或者是环境法律里面的一些刑事的一些条款，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来讨论的这个命令控制式的管制这种课予行政罚或者是勒令停工这方面，那表示不服所提起的诉讼，暂时权利保护的这个诉讼，其实这在环境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是避免损害的进一步发生，但是在这个课题上其实案件不算多，那整体而言，这种暂时性权利保护在司法的功能上其实也是比较少的。好，我们如果跟大家进一步讨论法院跟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有2种不同的态度。我当然跟大家说明一下，也看看大家你自己心理上会是比较取向哪一个态度。即令大家都是在环境法这个课堂上，但是你是把环境价值当成优先于其他的价值来看待，那环境不能被牺牲，其他的价值是要在不影响环境价值的状况之下，我们尽量去维护你，或者是你把所有的价值一视同仁，把环境、正义、平等、公平、due process 很多面向，财产权你各方面你都把它看成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来做最多元主义的一种平衡。你是属于哪一者？我相信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你都有你的道理。但是假设你今天化身为法官，你对这个问题本来就有立场，你是比较偏向环境主义，还是比较偏向多元自由主义的？结果你变成法官了，你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你跟另外一个在这个立场上不同的人同时在当法官，同样一个案件
案件丢给你，跟丢给另外一个法官，究竟结果会不会一样？换个角度讲，你的这些对环境跟法院之间的关联的这种基本的哲学立场，你是比较偏环境主义的，还是比较多元主义的？你对于你碰到一个环境案件，会不会有所影响？那这个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课题。而如果整个国家的国民本身对环境就非常重视，当然我们以前都说比如说北欧许多国家，那个环境的意识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当时时常会看到说，为什么有些国家还在当街宰杀老虎，还在人家候鸟来，然后把人家候鸟都烤来吃什么？当时的感觉总认为说，环境观念还没有起来。那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环境理解到什么程度，以及你的对于环境问题的那种环境观如何，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你是采取什么态度？而这样子的人变成法官，是不是对于环境司法的走向会有影响？一种最形式主义的说法会说，管他什么人呢，反正法律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法律要解释，法律要分析，尤其许多地方还牵涉到司法的判断。所以一般的国民素质，当然经过了法学教育，经过法学教育不见得环境意识就会高一点，不见得，因为我们法律上所学的很多东西，其实有些地方反而是非常人本主义，甚至于很多地方也是非常 pro 开发、pro 进步的一些你是相信财产权还是相信环境权？很可能你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的取向还有你的机缘，让你对环境特别有感觉，很可能你没有。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在这里听过环境法的人，基本上会对环境问题比较了解。那你会不会做出对环境比较有利的判决？还要再进一步看你是采取哪一种看法，再加上法律又是怎么样与时俱进。好，我们环境跟司法之间最重要的还是案例判决，有许多的案例判决都是被政治部门解决掉了。比如说林园事件所赔偿的12亿7千万，那个是政治协商的结果，那不是法院的判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当然也是发生在台湾很不幸的事情，就是 RCA 的土壤跟地下水污染案。那这个案子可能是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这个诉讼一直都还没有完全停止。我们要在环境责任那一个地方详细的跟大家谈这个案子。那现在只是让大家了解有一个桃园 RCA 的案子让大家了解。但是牵涉到台湾从早期引入外商来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很多人有工作机会，而且在当时在外商的工厂里面工作，都觉得是收入好、条件好、很不错的一份工作。经过了常年的累积之后，发觉哇，里面很多人致癌，那真的是猪羊变色，让大家情何以堪。后来就演变成诉讼案件，不断的诉讼，请求损害赔偿的这个过程。台湾民主社会是一个大家会关怀的社会，所以一些民间的律师团体也介入帮忙，这个诉讼一直在进行之中。我们另外一个环境责任的
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谈这一个案子。环境跟法院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要跟大家谈公民诉讼。公民诉讼，这一个原来在美国发展，甚至成为最重要，美国非常有特色，环境法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最后也在台湾正式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环境跟司法的课题里面呢，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它又反映出公民团体的角色，也反映出地方政府本身执行环境法律本身的时态。那更重要的是，它显现出我们不管环境法律定的多好多不好，法律就该认真去执行。那如果执法机关、环境行政部门因为地方上的纠葛而迟怠惰执法的话，公民是要说话的，而公民说话的方式就是把案件告到法院去，所以这叫做 citizen suits， 叫做公民诉讼，这叫做公民诉讼。那我们以前都不断的面临所谓主观诉讼跟客观诉讼之间的一个摆荡。基本上主观诉讼时期，就是以4至469号做例子，基本上的观念就是说，谁可以提起诉讼？如果你不是受害者，你干嘛提起诉讼？所以把提起诉讼当事人适格那个定位的非常非常的狭小，只有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那他用的是一个保护规范理论，也就是确实法律保障你的权益，而你的权益也因此受损，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是慢慢的，这种所谓主观的诉讼呢，慢慢的扩大它的范围了。张三李四可不可以路见不平提起诉讼？这如果在以前的例子里面会认为说匪夷所思，因为法院不可能把门开那么大，或者法院没办法运作。如果你看到今天怎么太阳那么快就下山了，感觉不晓得多少人因此心情会暗淡，结果你就告到法院去，这样可以吗？完全没有道理。法院为什么要来处理你这样的一个心情上的起伏？但是如果你告诉大家说今天你受了什么样的伤害，那你要求损害赔偿，你可以，但是你还是要明白的说出究竟是谁。你不能说太阳造成我今天伤害，但是你可以因为某一个人卖了一个化妆品给我，我涂在脸上，今天太阳很大，那个起了什么样的化学作用，以至于我受伤。你可以这样去告厂商，那所以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环境诉讼里面走出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一般爱管闲事的公民，可以因为环境主管机关看到有人偷排废水还不去取缔，以至于没有办法这个坐视不管，告到法院去，要求法院处理，这叫做公民诉讼。他本身不是被害人，更不是加害人，所以这种公民诉讼其实是一种把诉讼从主观诉讼扩大到客观诉讼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而我们环境议题就有这样的作用，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公民诉讼的基本逻辑。公民诉讼基本上就是政府机关，尤其是立法部门，它授权行政机关要去执行，但是行政机关却怠惰，这个时候由人民或者是环保团体就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去下判决，要求行政机关要去忠实的执行法律。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这最早是在美国啊，在美国的这个各种污染防治法律里面有所谓的公民诉讼条款。美国几乎每一个环境法律，从空气、水、废弃物啊、毒性化学物质，各种环境法律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一个叫做 citizen suits。每一个环境法律里面都有公民诉讼条款，长得很像啊，那但是几乎每个都有。后来我们台湾也变成几乎每个环境法律里面都有一个公民诉讼条款，连环境影响评估法里面也有一个公民诉讼条款。也因为有那一个公民诉讼条款，所以才有美丽湾度假村那个案子，也才有环保团体在台湾提起公民诉讼的第一个胜诉的判决。所以我们的公民诉讼环保团体曾经运用的这样公民诉讼条款，在多次失败之后，总算在美丽湾度假村那一个案子里面呢，那得到了第一次的胜利。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这样问：第一，如果没有环保团体去起诉，也不可能有那样一个判决啊。但是纵使有起诉，如果我们的法律里面没有那个公民诉讼条款，那个起诉的那个案子也会被驳回啊，也会被认为你没有当事人适格。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公民诉讼条款？又怎么样能够进入了我们整个环境法的体系？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故事。1989年，有一位姓叶的老师，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呼吁要建立公民诉讼。那是1989年，1989年，当时是认为说，美国的这个公民诉讼对于台湾这种不断活络的环保团体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让我们的环保团体能够同时来关心环境，再加上我们的法院能够跟环保团体有一些合作，那法院也有能够发挥功能，民间团体也能够发挥功能。所以当时的一个构想是说，美国这一套制度很适合台湾来运用，所以1989年的时候，当时呼吁，而且把条文都拟出来了。经过整整10年，1999年就要进入 New Millennium 新的千禧年的前夕。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当时还在许州路21号的旧的法学院。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某一个环保团体的秘书长打电话进来，说：“叶老师，我们已经把你的那个想法实现了，因为刚刚通过了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的第一读，里面已经放进去了公民诉讼条款。”我说：“真的吗？那你们的条文用什么条文？”他说：“就你不是有你一个条文吗？就把它放进去。”我说：“那还要仔细一点去看那里面的内容。”他说：“已经放进去了。”那他们会做文字处理，所以一方面很高兴，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担心，到底文字对不对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建立一套制度的时候，同时把条文拟出来的好处，那就可以推。而且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他说，委员会已经决定，以后只要任何一个环保的法律进来修正的话，就同时加入公民诉讼条款。那事后果然证明没有错，空气污染防治法是第一个法律有公民诉讼条款，接着水、毒性化学物质、废弃物管理法每一个都加入了，一个一个加入。所以1999年，我们就成为亚洲第一个有公民诉讼条款的国家，环境议题上。当时韩国也还没有，韩国还一直在辩论到底是不是有放进去公民诉讼条款。日本也还没有，1999年已经有了，但是有法律是不是真的就能发挥作用？环保团体就开始运用了，但是呢，几乎都败诉。
几乎都败诉。法院在很多案子里面，都判决败诉，一直到2008年，再经过了将近10年，也是呼吁的那一篇文章，经过快20年，第一个胜诉的判决才出来。因为在1999年到2008年之间，我也不断的听到很多环保团体的好朋友们说，那个公民诉讼条款不好用不好用。第一，我们在诉讼之前还要告知那个地方政府，告诉他说，你没有执行，请赶快执行。你如果不去执行，我就提起诉讼，因为法律要求要先行告知。他说我们告知他之后，他就去执行了。我就说那不是很好吗？你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去执行嘛，为了环境嘛。但是我们就失去诉讼的机会。但是公民诉讼是这个制度，我们就牺牲一点，只要环境做得好就好。但是呢，有一些他们也没有去执行，所以就可以提起诉讼之后，法院的判决比较挑剔，常常在很多问题上到最后都还是败诉。我们来看，这就是刚才公民诉讼的许许多多的立法：行政诉讼法、空气污染防治法、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废弃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估法，尤其是环境影响评估法第23条，那运用的非常多运用的非常多。所以行政诉讼第9条那个公益诉讼的条款建立起来，加上环境基本法34条，整个都已经完整了整个都已经完整了。那我们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过去几个诉讼1999年立法通过之后，有好多个案例，比如说大家看看三洋机车空气污染案、尔湾建筑废弃物案，这是2005年，05年也包括安坑掩埋场的环评案，2006年的豪建水污染案，2008年的士林土地重划环评案，一直到2008年的台东美丽湾的环评案，这是由环保联盟的花莲分会去提起的诉讼，那最后得到了胜诉。那原来在台东的三元海岸非常漂亮的海滩，那当时台东县政府用 BOT 的方式引进投资，那在上面盖5星级的观光饭店在漂亮的海滩上盖起非常高的大楼当时环保团体就感觉怪怪的那总觉得说这样子的这个内容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所以就开始去了解背后的状况。那当时整个建地总共有59956平方米，他们经过了一个程序，把土地并成一笔之后，然后再把它分开。分开之后，指定建筑用地是9997平方米。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魔术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只要你的建筑超过1万平方米的话，你就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估。但是它透过土地的整并跟重新分割，把整个建案变成划定为9997，那就是差多少？0.003公顷。所以要不要做环境影响评估？如果这样就不用做环境影响评估。所以整个案子最后没有做环境影响评估，看起来好像合法，但是环保团体认为这样子是规避环评，所以环保团体就诉讼，要求这个台东县政府忠实的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要求他做环境影响评估，到最后法院判决，环保团体胜诉，所以一直到最后演变到最后这一个案子就变成闲荡，
然后最近才开始那必须面对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的处理。那过程的确是这样建筑的过程当中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公民诉讼的一个案子。所以我们从3个层面来了解公民诉讼，一个就是公民诉讼会带动社会在环境议题的量能上的提升，这里面包括环保团体、公益律师、市民社会，那必须有关心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跟一个态度。另外第2个问题是立法的策略我们公民诉讼是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刻其实民主转型到了一定阶段，然后就出现了。但是立法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后续其他法律的立法一直在文字上在斤斤计较，斤斤计较的结果就变成不断的缩减那个可以提起诉讼的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只有细细的去看这些条文的变化，才能够理解那所以行政机关在这个过程的立场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去欣赏环保团体本身的努力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某一个时刻非常庞大的推动环境的力量，慢慢的在被打折。而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民间的团体也失去量能，会觉得说这些都没有用，这样一个好的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好在我们的民间团体还是非常有活力越挫越勇，然后最后关键性的2008年那一个胜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连串的败诉，总觉得好像这是不可能赢的，所以这个制度到底存在有什么意义，引起怀疑的时候，那整个制度是不是能够再往前走，会引起大家的疑虑。好在司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摆脱了包袱，开始摆脱那种主观诉讼的包袱。那慢慢的，司法也有一个氛围，越来越把门希望能够越打越开。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公民诉讼取得了它的一定的立足点，也在这样环境之下，环保的公民诉讼就稳健的存活到现在。那当然，未来公民诉讼要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取决于公民团体本身的态度，跟公民团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的量能。另外一方面，法院本身的态度也有影响。那到了第3个阶段，就要去努力去思考说，那法律的规定有没有窒碍难行之处？怎么样能够再重新思考，让法律的条文能够更促成公民诉讼这样的制度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制度功能。